这节课呢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专题，叫做有关最值问题。这类问题呀很重要，它是比较高频的考点。好，先看第一题，已知椭圆 x 方比16加上 y 方比7等于1，这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。先整理已知，借力直角坐标系，快速的画出草图，这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点 M 的坐标带进去，发现它没有满足等于1，而是小于1的，所以点 M 它是在椭圆内的一个点啊。我们看顶点也知道，这个 a 方等于4，a 方等于16，a 是等于4的，它是等于短轴的长是根号7。显然的，2逗1在椭圆内，这是椭圆内的一个点。F1是左焦点，F2是右焦点。a 方等于16，b 方等于7，c 方就等于9，c 就等于3，所以左焦点的坐标是-3逗0，它的坐标是3逗0啊，这是 F1、F2。点 A 是椭圆上的一个动点，我们随便的找一点 A， 随便的找一点 A， 比如说点 A 在这儿 ，AM 就是它 ，AF2 就是它。我们要求的是 AM 加 AF2 的最大值。当点 A 在不同的位置 ，AM 加 AF2 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，我要求它的最大值。首先大家就要想，最大值是什么型的不等式呢？一定是小于等于型的不等式。x 小于等于1啊，都比1小，等于1的时候就是 x 的最大值。所以呢，它是小于等于型的不等式。可是 AM 加上 AF2， 我到哪里去找不等关系呢？我当然要把 MF2 连上。我要借助于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，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啊，找到这个不等关系。我要求最大值，我需要小于等于型的不等式，可是它呢是加，两边之和大于和我这个不等号是不相符的，那怎么办啊？想想老师说的话，老师说我的椭圆是有2个焦点的，椭圆上的点和焦点连线，要么就不连，连就连2个。为什么要连2个呀？回归定义呀，永远牢记解题思想。解题思想是灵魂，特别有用。所以我把 AF1 也连上，点 A 是椭圆上的点，那么你一定做到了 AF1 加上 AF2 是等于 2A 的， A 方是16，A 是4，2A 是8。那么刚才这个是 AF2 它不好使啊，我没有解出来，那么我就变，把 AF2用8减 AF1 给它换掉，所以呢 AM 加8减 AF1， 我先减去 AF1， 然后再加8。好，这回看啊，那这回呢我们用的三角形就不是这个了，我们要用哪一个三角形呢？ AMF1， 我要把它们俩连上。在三角形 AMF1 当中， AM 是一条边， AF1 两边之差应该小于第三边 MF1， 然后把加8落下来。能不能取到等号呢？如果它是三角形，两边之差一定是小于第三边的。那么要取得相等，说明它们3个点需要在一条直线上，需要共线啊。要么因为点 A 是椭圆上的点，所以呢还要满足 MF1 和点 A 是共线的，才能出现等号。那我就尝试一下，反正不是在这儿就是在这儿，我们看一看。比如说 A 在这儿啊 ，AM 就是这段长。减去 AF1， 哇，正好等于 F1M，
所以存在不存在呀？存在。点 A 在什么位置啊？点 A 就在这儿的时候 ，AM 减去 AF1 恰恰好好等于 FMF1，所以存在等号。此时此刻，点 A 就在这儿。那么 MF1 的值它是个定值，点 M 的坐标知道，点 F1 的坐标知道 ，MF1 它的长就是两点间距离公式呗，2减负3，2加3的平方，5的平方加上1减0的平方，25，那就是根号26嘛。所以它就等于根号26加8，它们俩的和小于等于一个常数。小于等于一个常数，所以它就有最大值了。最大值就是根号26加8。这是第一个求最值，它用到的是回归定义转化，它表达不了，换一个。好，大家再看一下第二题。我在擦黑板的时候，大家就考虑下一个题，看看有没有思路呢？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做。椭圆的方程是 x 方比4加上 y 方比3等于1。显然呢 ，x 方下边的数大，它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。我迅速的画出来它的草图。点 A 的坐标是-1逗1，把-1逗1带进去，显然1/4加1/3是小于1的，所以点 A 它是椭圆内的点，横坐标是-1，纵坐标是正1，这是点 A -1逗1。点 B 的坐标是1逗0，A 方等于3，A 方等于4，B 方等于3，C 方等于1，C 就等于正-1，所以我左焦点的坐标是-1逗0，右焦点的坐标是1逗0，它这个点 B 呀，恰好是我的右焦点。定点 A 不动了，点 P 在椭圆上运动。我要求 PA 加 PB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所以我先随便的找一个点比如说点 P 就在这儿，这个就是 PA， 这个就是 PB， 我要求 PA 加 PB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首先我要考虑最大值是什么形的不等式呢？小于等于形。x 小于等于1都比1小，等于1的时候就是它的最大值，而最小值呢，它是大于等于形的不等式。那么我们看 PA 加上 PB， 反正最大值最小值我都要求的。PA 是它 ，PB 是它。所以我就悄悄的把 AB 一连，构成了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两边之和要大于第三边，大于 AB， 不等关系出现了，关键是能不能取到等号呢？如果你要是三角形的话，那两边之和一定是大于第三边的。如果要有等于的话，可能点 P 可能点 P。要跟 AB 共线，所以它还在椭圆上，可能在这儿，也可能在这儿。我说的是可能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如果点 P 在这儿 ，PA 加 PB 完全不能等于 AB， 一个 PB 就比 AB 大了，它又加了一个 PA， 所以 P 在这儿不可以。P 在这儿可以吗？PA
就已经比 AB 大了，你再加个 PB， 不可以。所以呢，直接就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，它是不可以的。第一次尝试啊，我们没有得到结果。好，没有得到结果，所有的已知这几个点我都标完了，椭圆我也画完了，就这么多。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想老师说的话呀。老师说什么了？老师说，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式子表达出来。椭圆上的点，要么就不要和交点连，连就连两个。那它是椭圆上的点，它跟另一个交点也要连，连完了干嘛啊？回归定义 ，Pf1 加上 Pf2，它就等于 2a，a 方等于4，a 就等于2，2a 也等于4。你刚才说的那个 Pb， 你不就是 Pf2 吗？ Pf2 不是不好用吗？那我就把你换掉呗。Pf2 留在左边，它就等于4减去 Pf1， 所以它 Pa 落下来，加4减 Pf1， 我先减去 Pf1， 然后再加4。Pa 是这个线段 ，Pf1 是它，我当然要把 AF1 连上了。由于我们的横坐标是一样的 ，AF1 它是垂直于 x 轴的。PA 是三角形的一条边 ，Pf1 是三角形的另一条边，两边之差应该小于第三边，第三边是 AF1 加4是落下来的。有等号存在的条件吗？如果是三角形，显然只能是小于；如果要等号存在，可能它们是共线的。到底点 P 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呢？反正它在椭圆上，我得验证一下啊。PA， 我发现了点 P 的在这儿 ，PA 减去 PF1 恰恰好好等于 AF1， 所以存在相等的条件，点 P 就在这儿，它就做到了。它们俩的差小于等于 AF1，AF1 都不用两点间距离公式去算了，我直接就知道它等于1，所以它是5。你们俩的和小于等于5，都比5小，说明它有最什么值 ？PA 加上 PB， 它有最大值。最大值就是5，可是我还要求最小值啊！我最小值大于等于，刚才吧，我就直接它们俩相加大于等于，等号的条件我就没找到，所以呢，我才根据回归定义把它转化了一下，好不容易求出了最大值。我没有办法再转化了，我已经转化完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也要求最小值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最小值就需要大于等于型的，所以我就灵机一动，怎么办 ？PA 我再写一遍 ，PA 加上 PB， 它就等于 PA 不动。你不是把 PB 也就是 Pf2 换成它了吗？换成负的 P 减 Pf1 加4了吗？我再给它编一下，负的 Pf1 写在前，加上 PA 写在后，然后再把加4落下来。然后呢，我要提出一个负号，变成 Pf1 减去 PA， 再加4。Pf1 减 PA， 是不是又是两边之差了？我换到这边来写 ，Pf1 减去 PA， 三角形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，小于 AF1。存在等号吗？存在共线的时候，点 P 在这儿，点 P 在这儿，
PF1是这一段儿，减去 PA 恰好就等于 AF1，所以存在等号，点 P 就在这儿。我找到它之后，我需要的是最小值大于等于没有关系，你前面不是有个负号吗？负的 PF1减去 PA 大于等于负的 AF1，然后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加个4，负的 PF1减去 PA。给它加个4，右边呢也给它加个4，变成4减去 AF1。AF1 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1，所以是3。整个这个式子就是它，所以它是小于等于3的。它们俩的和都比3小，等于3的时候就是它的最大值，等于它都比3大，我这儿写反了，这是大，都比3大，等于3的时候就是它的最小值，所以呢，最大值和最小值我就都求出来了。这是这2种题型。我们再看一道题，下一道题呀就有变化了。下一个题，一只椭圆儿上求一点 P， 使得 P 到那样的一条直线的距离是椭圆上的点到某一条直线的距离，它的最小值。椭圆儿我画成标准方程 x 比上8加上 y 方是等于1的 x 方下边的数大，所以焦点在 x 轴 ，a 方 b 方相差的比较悬殊，所以这个椭圆儿有点扁。那么直线 L 呢？我把它画成斜截式，把 y 移到右边 ，y 是等于 x 加4的 ，y 等于 x， 这是1,3象限的角分线 ，y 等于 x 加4呢，向上移了4个单位，大概在这样的位置，这是 L，y 等于 x 加4。椭圆上的点到这条直线的距离我要求它的最小值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目测，你看，感觉这个点，但是怎么说明这个点呢？这条直线的斜率不动，保持倾斜程度，然后呢，截距我变一下，一直变到什么程度呢？它开始平移到和椭圆相切的时候。平移到和椭圆相切的时候，这是切点。只有椭圆上的这样的点到它的距离是最小的，没有比它更小的。这个点呢是切点，在直线上也在切线上，也在椭圆上。椭圆上的其他的点到它的距离都要比这个点到它的距离要大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最小值。那么最小值，你看题中让我把最小值也求出来点 P 就落在这儿了。大家都知道平行线的设法既然它保持倾斜程度不变，向这儿移动，所以我的跟它平行的直线就可以设成 y 等于 x 加 m。你跟椭圆什么关系相切。只要提到直线和椭圆相交、相离和相切，我们当然要把它的直线的方程
和 x 方加 8y 方等于8，联立消元，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 y 方便。得其他的我们就在草纸上做 ，x 方加上8倍的 y 就是 x 加 m， 它的平方等于8。口算啊 ，x 方加 8x 方9x 方加上2，2×8=16mx 加上 m 方加 8m 方再减8等于0，所以得9x 方加上16mx 加上8m 的平方减8等于0。这些在草纸上进行，算完了我们就擦掉了啊。既然你相切了，德尔塔就咋样了？因为相切，所以德尔塔等于0。即德尔塔是 b 方16m 的方减去4ac 4乘以9乘以8乘以 m 方减1，我把8提出来，它是等于0的。16m 方我才不算，我把它写成16乘以16乘以 m 方，因为我想约分，减去4乘以9乘以8m 方减1等于0，用8约掉一个，它剩个2，用4约掉一个，它剩个4，4×4=16。所以呢，它是8m 方减去它只剩个9，减9m 方加9等于0，负 m 方等于9，m 方等于9，那么 m 就等于正负3。为什么 m 要等于正负3呢？它为啥求出俩值啊？因为你相切呀，它不知道你是切在这儿的。还是切在这儿的呀？你切在这儿和切在这儿都满足了方程联立德尔塔等于0，那这个时候它的结局是负3，这个时候它的结局是正3。所以人家要最小值，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，舍掉。如果他让你求最大值呢，那你就要这种情况。它不仅最小值我们还没有求出来，现在它是3了，所以 L 直线它是 x 减 y 加4等于0。我刚才求出来的这条切线，姑且把它叫 L 撇直线，它是 x 减 y，m 是等于3的，加3等于0。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就是电梯到它的最小值。最小值就等于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，根号下 a 方加 b 方，然后是4减3是1，根号1/2，2分之根号2，这个我们就求完了。他还要让我求点 P 的坐标点 P 的坐标怎么求？现在方程已经确定了 ，m 都已经等于3了，那么大家就自己联立，联立完了之后呢，你消元，然后得到 x 的2次方程，一个字母都没有，你得到 x 的2次方程，然后再进一步往下解，就可以求出它的根。剩下的步骤呢，我就不给大家做了，因为大家思路已经非常的清晰了。好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看看还有什么类型求最值，我要见识见识。在我擦黑板的时候，大家就考虑吧。好了，焦点
点在 x 轴上的椭圆是这个样子的 ，x 方啊 ，b 方我不知道，我还得自己求一下。e 是等于 c 比 a 的，它还等于1比2。交叉相乘，2c 是等于 a 的，4c 方是等于 a 方的。他说焦点在 x 轴 ，x 轴下边的就是 a 方。a 方是4，4c 方等于4，c 方等于1，西方又等于1，a 方等于4，c 方等于1，b 方等于3，所以椭圆的方程是 x 方比4加上 y 方比3等于1，我就把它求完了，因为它太简单了，所以呢，求完了这个过程我就不要了。那么接下来。点 F 是椭圆的一个焦点，那显然它是左焦点，负1逗0。A 是它的一个顶点啊，已经给我们标注完了。点 P 是椭圆上任意的一个点，求 PF 向量乘以 PA 向量的最值。我有模，我没有模，我也没有夹角，那我怎么求呢？记住一句话：出现向量。就设坐标，出现向量就设坐标，转化成坐标运算啊。因为点 F 的坐标我知道，点 A 的坐标我也知道的，它是2逗0。那点 P 的坐标就设成 x0 y0啊。然后我设完坐标了，题中说什么我就表达什么。你说 PF 向量。那就表示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就是向量的坐标，终点坐标负1减 x0，0减 y0是负 y0。PA 呢 ？PA 向量，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2减 x0，0减 y0负 y0。所以 PF 向量乘以 PA 向量等于横坐标乘以横坐标。x0加1，我提出了一个负号，它呢我也提出了一个负号，变成 x0减2，横乘横加，纵乘纵 y0的平方。如果我要求它的最值，显然我要把它看成一个大大的 y， 把它想成函数。那么这里边不能既有 x0 又有 y0， 老师说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4字表达。点 P 是哪里的点呢？点 P 是椭圆上的点。所以点 P 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，于是 x0的平方比上4加上 y0的平方比上3等于1，所以 y0的平方比3等于1减去4分之 x0的平方，所以 y0的平方等于3减3/4倍的 x0的平方，于是呢，展开 x0的平方减x0。减2加上 y0方减去3/4 x0的平方加上3，它是1/4 x0的平方减去 x0加1。椭圆上的点它是有范围的，这是左顶点叫 A 撇，负2逗0。显然我的 x0一定是大于等于负2，小于等于2的。那我要配个方1/10倍的 x0的方减去4x0，我要验算一下，它俩一相乘是这个，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，1半是2，2的平方是4，这一项加了个1，哦，恰好是完全平方是 x 减2的方。它能不能取到2啊？可以的，大于等于负2，小于等于2。所以当 x0等于2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要让我求最大值哈，最大值我要让 x0取负2。它减去2变得更小了，一平方就变得更大了。当 x0取负2的时候，负2减2，负4，负4的平方16，16除以4，所以这个时候 PF 向量乘以 PA 向量，你就有最大值，最大值
刚才咱们求是4啊。这是涉及到向量就设坐标，设完坐标呢，我们就把它转化成函数求值域的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做一道题，我们最后再做一道题。大家快速的审题。下面的这道题我们看一看，它符合哪一种类型呢？我们是不是见过呢？它应该怎么办呢？观察一下，椭圆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我们画一下图。点 O 是中心啊 ，F 是它的左焦点 ，A 方是4 ，B 方是3，C 方是1，左焦点的坐标是-1逗0。点 P 是椭圆上任意的一个点，那我就随便的找一点 P。提到向量就设坐标，所以设点 P 的坐标为 x0、y0，然后 OP 向量。OP 向量从坐标原点出发的向量的坐标就是这个向量的终点的坐标，所以 OP 向量的坐标就是点 P 的坐标 x0、y0。FP 向量呢，箭头朝着它，终点坐标减去起点坐标 x0减-1，x0加1，y0减0是 y0。然后它们俩相乘 ，OP 向量乘以 FP 向量，就等于横坐标乘以横坐标 x0的平方加上 x0加上 y0的平方。你是哪里的点呢？我是椭圆上的点，所以它满足方程 x0 方加上 y 比上4加上 y0 方比3等于1，然后呢，求出 y0 方的代数式，把代数式往这里一带，然后一整理一配方，你还知道 x0 a 方等于4，a 等于2，所以它是-2逗0，它是2逗0，x0大于等于-2，小于等于2。有没有发现它和刚才的题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？好，到现在为止呢，这节课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小专题，叫做求最值，有各种各样的求最值。因为这是学打牢基础、初次接触这个圆锥曲线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个学案。我们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专题，比如说齐次化平移呀、生根法啊、同构法啊，还有各种各样拓展和拔高的题这是最根本的，我们把知识点全都事无巨细的掌握住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就可以打好地基，就可以拔高了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。